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伊恩流浪记。那我住在 Campervan 呢，大概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这1个月的日子呢，可以说是有苦有乐，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住 Campervan 的话，你一定很好奇。那我之前也是很好奇住 Campervan 的这个体验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先来说说住 Campervan 的苦吧。苦就是什么？第一，你就是没有厕所，没有洗手间，没有冲凉房。你要做最基本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要去找，你都要去借。你们都知道我在 CCA 那边找到免费冲凉的地方因为它是专门提供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个方便，所以我就是顺理成章成了经常光顾 CCA 的一份子。我经常会在那边借用他们的厕所，也因为他们那边的设备算是齐全吧，还有桌子椅子让人家就是休息，然后我们一伙人也理所成章的坐在那边去做我们的影片，去剪接之类的。然后 CCA 呢里面还有厨房，我们也向负责人就是 Sharon 借用厨房，他都说 OK 没问题，你们去用吧，去煮你们要吃的东西。虽然 CCA 是有提供食物的，因为我是素食嘛，所以就没办法，我一定要自己煮的。除了厕所要投靠别人之外呢，还有就是水，饮用水要去哪里装水？那幸亏的就是在澳洲，它的这个水龙头的水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很多当地的澳洲人就是开了水龙头就直接饮用，没问题。但是现在是冬天，冬天不可能每天喝冷水吧？尤其是晚上要睡觉之前的时候，你要想一下，睡车是很冷的。虽然在 Queensland 这边，它的温度没有低到0度，但是睡车有时候大概也会低到大概8度、7度，是非常冷的。所以我们都会硬着头皮，要去跟人家借热水。当然 CCA 有开的时候，它是星期1到星期6都会开，就在它关门之前，我们都赶快包好了热水，装了热水袋，然后提着上车。但是星期天它没开怎么办？星期天它没有开，就没有厕所，我们要做影片，要做剪接也没有地方，然后还有就是热水的问题，这些最基本的我们都要去解决。我就记得有这么一个星期天，我们一伙人7早8早，大概10点钟，我们就去到了 Starbucks 星巴克。这么多人就买了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然后从早上一直坐到晚上。不只是做影片的做，我们还是坐在星巴克，早上一直做到晚上，用它的地方来做我们要做的剪接。然后它那边就是还有电流，可以接电，可以帮电脑充电，帮电话充电。做到8点半，因为它9点要关门，做到8点半的时候，那个职员跑过来跟我说：“不好意思哦，等一下我们9点就要关门，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离开。”多尴尬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热水，刚巧那天晚上又是特别冷的，那要去哪里装热水呢？我们就硬着头皮跑到 7-Eleven 那边，就问，请问可以拿热水吗？很好的，就是都遇到很好的这个职员，然后他就问你有没有杯子还是什么可以装热水，我就很不好意思，我就从书包里拿出那个热水袋，可不可以装这个？他就说可以可以，他还带我去到那个热水器前面教我怎么用，然后我就去装热水，不只是装一个哦，装好几个。然后 CCA 没有开门，去哪里洗澡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到有海边的地方，有海边的地方通常都有公厕，然后可以冲凉。
然后我自己本身我是非常爱干净的，有时你叫我去到公厕用厕所，我自己都想着，心里有点毛毛的，希望遇到的这个厕所是干净的。不过这几个星期以来，我自己的体验都是，澳洲的厕所其实都还可以，就是以卫生的角度来说，都还可以及格。这就是住 campervan 的苦，没有自己的厕所，没有自己的厨房，就连最简单的主食啊、热水，全部都要靠别人。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很累，很想放弃。有一天呢，有一个队友就在麦当劳那边拿了一份当地的报纸，然后我们就去海边玩。我就坐在海边翻着这个当地的报纸，看当地的新闻，然后突然看到一则当地的广告，就是有房子出租，你知道吗？在这边2房一个厕所加一个停车场的房子，一个星期的租金是275块澳元。记得上次我们去那个 container 那边要采草莓，那个很恐怖的 container 吗？他一个人一个星期的租金是120块，2个人都要240了。现在我可以租整间屋子，可以住4-5个人，一个星期才要275，那很划算啊。然后那天是星期六嘛，我就等到星期一才去打电话。我打电话跟他说我要租这个房子，他就说这个房子没有了。我说哈，这么快，个2-3天就没有了？他说没有了，这里的房子很抢手的。因为我觉得很累嘛，一直要这样子长期的寄人篱下不是办法，所以我就想着有自己的房子应该是比较好。然后我就上网去找到了就是当地的这些广告，就去看房子。我就想着不如租3房2个厕所的，一个星期的租金才大概310块320块。然后呢，我还可以把这些房子出租出去，也可以帮助我缴租。哇，这里看房子很不一样哦。我第一次去看房子的时候，我看到还有好多人也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去看房子。我就去问那个 agent， 这间房子到底有多少个人在看？他告诉我有11个人同一时间，包括我来看房子。我就在想，哇，天哪，一间普通的房子而已，有11个人。那么如果我申请的话，我能够得到这间房子的机会还不到18%呢。当然第一间房子我就没得到了，然后我再去看第2间房子，然后第2间房子比较贵，我就问那个 agent， 今天有多少个人来看房子？他说今天的这个比较贵啊，就3个人。然后我就赶快去申请。然后申请的时候呢，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没有 proof of income， 我没有一张黑白的文件证明我的收入，因为我是难民嘛。为什么我会成为难民呢？如果你还没看过我第1集的视频，请点击。所以他不能把房子出租给我，我甚至还跟他说，不如我先逾期把所有的房租缴了，你再出租给我好了。然后他告诉我，不好意思，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成为 proof of income， 所以也泡汤了。然后我就发现到，总之我就是没有办法租下一间房子，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很难过，生活总是不如意。我也觉得这样子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是有点不适合我，我就是很难过。这个就是住 campervan 的苦。那刚才我们都说了住 campervan 种种的苦，而最苦的就是你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你都得靠别人。当然住 campervan 也是有它非常有乐趣的一面，
住 campervan 有什么乐趣呢？住 campervan 的乐趣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家，去到哪里都是我的家。今天这个海滩是我的家，明天我去到下一个海滩又是我的家。今天我去到一个公园是我的家，明天我去到另外一个乐园又是我的家。我去到森林里面是我的家，去到野外是我的家，去到小村庄是我的家，到了大城市也是我的家，在别人家门口也是我的家。我去到哪里我都可以休息，我不用去烦现在我要回家了，回家的路程要多久，要多远，这个家会拉着我，不能往外跑，不能去到更遥远更辽阔的地方。这个家就是我去到哪里我都能够接受别人跟我的不一样，我都能够接受这里是我的家，这里的人也都是我的家人，四海皆为兄弟也。什么意思？就是去到哪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都是我的家人。因为自己的不足之处，我更加学会了怎么样去包容别人，怎么样去宽恕别人的不足之处，而不是死死抱住自己的一间屋子，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说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进来，你不能越过这一条线，因为这是我的家。当然我也摆脱了那种拼命要工作赚钱就是为了供屋子、供车或者是供洋房的这些欲望。当我踏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圈的时候，我也踏出了这个社会灌输我的这些欲望。世界有多辽阔，我的心就有多大，因为全世界都是我的家了。所以不管你选择的路是什么，不管你住的是小屋子、大屋子、洋房、公寓都好，不管你是露宿在街头，好像我这样子的，住在 campervan 里面到处流浪的人也好，不管你选择的路是什么都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生活总是有苦有乐的。就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胸，去接受、去接纳更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同时为对方选择的事情、为对方选择的事物而为他加油。当然，我们也是会互相鼓励，为自己选择的路去坚持、去加油，活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